客厅见花，时有9发。2025年是乙巳青蛇年，恰逢九子离火，9子离火10年一遇，正因如此，蛇年要在家中养一些特殊的花花草草，这样才能让家人在动荡的蛇年富贵又发达。那你知道哪些吉利又漂亮的花卉绿植适合养在客厅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喜欢园艺的记得点个关注哦。园艺里90%以上的绿植花卉都有净化空气的能力，既能提高空气质量，同时让人心情也更美丽。居住在一个干净飘香的家里，人的心情自然会很好，人的心情好了，状态就好，状态好了，风水就好，更何况有些花本身就有风水的作用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既好养又好看，还能旺运的花。1. 叶片比较大的花卉，大叶招财能旺家。俗话说得好，大叶招财能旺家，所以建议可以在客厅、门厅等一些比较宽敞的地方养一些叶片比较大的花卉绿植。这类绿植往往株型都比较大气，净化能力强，养眼还利于健康，吉祥还有好寓意，看着就开心。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，用一个和家居环境相搭配的花盆栽种，随手一放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叶片比较大的观赏花卉有很多，比较受欢迎的有橡皮树、虎皮兰、滴水观音、琴叶榕、散尾葵、鹤望兰、春雨、百合竹，还有很多玉类植物等。2. 多肉植物，惜财又健康。很多花友在养了多肉植物以后，整个人变得情绪稳定，心情大好，家里矛盾都少了很多，这其中就隐藏着多肉风水方面的作用。多肉植物因其独特的形态和生命力，被认为具有丰富的五行属性，能够平衡家居的五行，从而改善风水。多肉植物的肉质叶片象征着水，而其坚硬的外壳则代表着金，这有助于提升家里的运气。多肉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断吸收阳光和水分，转化为自身的能量，这种能量在风水上被称为生气，养多肉植物有助于聚集这种生气，从而改善家居风水。此外，具体摆放位置对风水也非常重要。多肉植物可以摆放在不同的位置，以发挥不同的风水作用。例如，将多肉植物摆放在财位，有助于招财进宝；摆放在病位，有助于化解病气。此外，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，多肉最适合摆放在东方或东南方，这些方位属木，木生火，而多肉的土元素则能滋养木元素，从而增强家居的风水效果。3. 发财树，财源滚滚，养眼又养人。发财树是很常见的观叶植物，因为寓意吉祥，净化能力强，且株型优美，格调大气，所以喜欢养的人很多，可以居家养在客厅，也可以养在公司、办公室，招财旺财，利于健康，很实用。喜欢发财树，建议养原生发财树，相较来说更耐养，株型更灵动，妖娆，观赏性更高。发财树适宜生长的温度在20到30度之间，晒太阳要视温度而定。它虽然喜欢散射光充足的环境，但要避免阳光直射，否则容易导致叶片灼伤。可将其放置在室内明亮的窗边或有散射光的角落。给发财树浇水，应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，即等到盆土表面干燥后再浇水，浇则浇透，但要避免积水，以免造成根部腐烂。因为99%的发财树养死的原因都是因为浇水过多。4. 君子兰，富贵美满，幸福常在。君子兰的叶片宽大修长，对称生长，整个株形犹如一面宽大的扇子，独特有格调，雅致又大气。君子兰不但叶片大气，花朵喜庆，结出的果子不但观赏价值很高，也寓意积累与财富。正因为如此，君子兰有着花、叶、果俱美的美誉，象征富贵美满，幸福常在，是养在客厅的首选。君子兰在短日照条件下易开花，大多夏末秋初孕育花芽，冬春开花，开花时弱光能延长花期。此外，每年5至9月气温偏高，君子兰应在阴棚下或无阳光直接照射的半阴环境中培育，帮助它顺利度夏。但冬季阳光照射时间越长越好，无论任何季节，君子兰都不能频繁的浇水，因为它的根是肉质根，浇水过多根就容易造成空心烂根。特别要注意的是冬天蒸发量减少，
浇水模式从普通的浇水改为喷壶喷水，一来可以清理叶片，二来可以增加湿度。5. 长寿花，健康长寿，好运连连。想要家人身体好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无论是谁，长寿花都是第一选择。长寿花是非常经典的观赏花卉，花叶巨美，品种繁多，花色丰富，单瓣的、重瓣的，清新素雅的，娇艳绚烂的，应有尽有，让人眼花缭乱。长寿花的开花性也很好，15至28度的话可以一直开花，单次花可以持续开30-40天，经久不衰败，观赏性强。长寿花的花语是吉祥如意，寓意着好运连连，吉祥如意，寿比南山，福寿绵长。家里若是有长辈，还表达了对自己长辈的祝福，非常适合养在客厅或阳台。长寿花喜光，除非炎热夏季需要遮阳，其他季节一定要充足的光照。想要长寿花花开旺盛，修剪是关键，修剪的内容太多，感兴趣的可以去花花频道内观看其他影片。6. 富贵竹，招财进宝，纳福聚财。富贵竹的名字本身就蕴含了吉祥富贵的寓意，其翠绿茂盛的叶片和层层高耸的竹节象征着财源滚滚，富贵有加。人们常将其摆放于家中财位，寓意着招财进宝，纳福聚财，为家庭带来财富与好运。富贵竹十分好养，水培就能长久生长，干净又清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水培的富贵竹，水质良好的情况下，不需要频繁换水，只需要加水即可，水量达到水培瓶的1/3即可。若是想让它健壮，生长更长久，1个月最好加2次水培植物营养液，水里建议放1颗铁锭。7. 蟹爪兰，锦上添花，好运连连。蟹爪兰的花语是鸿运当头，运转乾坤。这样积极向上的花语，让蟹爪兰在很多场合都备受欢迎。无论是作为节日庆典的装饰，还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，它都传递着吉祥和好运的美好祝愿。对于单身人士来说，蟹爪兰有助于增强桃花运，象征着爱情的到来。蟹爪兰是仙人掌科植物，耐旱不耐涝，一定要控制浇水，保持土壤偏干，冬天最多1周浇1次，浇多了会掉花苞。蟹爪兰在生长季节，把它放在窗台、阳台等光线明亮的地方，避免长时间暴晒。开花后，放在半阴的地方，可以延长花期。蟹爪兰的叶片太密集，会影响以后开花，所以每年春季花谢后，要把所有的枝条短节，减去60%，下次爆盆时会更好看。8. 各种兰花，高贵、优雅又坚韧。兰花是传统名花，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欢。文人墨客、富贵人家都爱养兰花，除了因为它高贵典雅的观赏性，还因为它优雅又坚韧，代表着很多美好的事情。家里养一盆，不管是放在客厅、书房还是卧室，都能很好的彰显主人的家居品味，看着就给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。兰花的品种有很多，想要有飘逸文雅的，建议养传统国兰，比如说剑兰、墨兰、蕙兰、春兰、寒兰等等。想要花开富贵的，可以养蝴蝶兰、石斛兰、君子兰，还有各种洋兰。养兰花，特别是在楼房里面养兰花，一定要记住选对土，兰花已经养好了60%。兰花的土壤建议以腐殖质为主，具有疏松透气、排水良好且呈微酸性的特点。常用的土壤有腐叶土或山林腐殖土，也可以使用人工配置的培养土或者水苔和树皮等材料进行种植。其次，兰花需要散射光的环境，避免直接暴晒，尤其是在夏季，应将兰花放置在半阴通风的地方。9. 龟背竹，增福增寿，招财纳福。龟背竹是近几年的网红观叶植物，因为叶片宽大，花纹如龟背上的纹理，茎秆节节生长，犹如罗汉竹，所以得名龟背竹，寓意着健康长寿、富贵安康，寓意很是吉祥。再加上民间有大业招财的说法，所以龟背竹还有招财纳福的美好寓意。龟背竹的株形大气，格调优雅，观赏价值高，且净化能力比较强，不仅能吸收空气里原有的各种有害气体，还能吸附灰尘及装修遗留下来的有毒气体，守护家人身体健康，是一种很实用的观赏花。龟背竹长得高大，
很大气，但是养护却不难，就像普通的绿萝、吊兰一样好养。半阴、散光就能长得郁郁葱葱。浇水见干见湿，1个月1-2次复合肥，就能月月发新叶，时常清洁叶片，观赏价值更高。最后提醒一下，任何植物或者花卉，健壮茂盛的更利于家居风水，半死不活的花卉建议及时处理，空盆枯花等更不要放在室内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分享给更多人知道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